网络版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大奖。还有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电。这个这样好啊，对，红头哎呀，大哥，我们那个灯借一下好不好？虾子最高光的时刻，侧边灯一打就看得到出来红红的。是，不会痛吗？真正的夹缝中求生存，你看过吗？就是现在。小心哦！你要往后。你就先感受一下教练站的那个方向跟姿势，好不好？毕竟世界第一的，走！哎，你那是真的落水，你不是跳水。现在大概4点整，半夜，对，他们大哥已经开始在工作了。没错，我们2点多就起床了。可是我们那么早来这边，到底是？这次来这边呐，在南部这边算是养殖重镇，对，所以这边呢，我们这次来找一个非常特别，其实我是第一次听过，你又第一次听过？我第一次听过，怎么可能？我还没看过。你堂堂世界第一个主持人，有对，你没看过的东西？有，还是有很多，这个世界上很多新奇的东西。哎，那我有兴趣哎。它这个东西叫爆浆的红头虾。爆浆红头虾？对，是虾子。是虾子的一种。大哥，这个你们全部拉起来，不一定现在马上就看得到那个红头虾，对不对？要挑过。有没有可能一池都没有？会有啊，一定会有，只是多少只是多跟少而已。可能这一池里面只有2只，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有1只，可是它为什么那么少啊？好想知道哦。我也不知道哎。你很少一问3不知的东西，你通常是一个你知道很想要跟我分享，就是我不想听，你都想要讲很多的人。但你现在竟然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现在就是因为什么都不知道，有一部分是因为半夜我脑袋还没醒，还没醒，是不是？对，有一部分是因为要等下他们全部收完，然后回去挑了以后，问大哥他们专业的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只能先帮忙工作了，先帮忙搬了，好不好？摸黑上工肯定有大事。闯荡外景这么久，我本人也是第一次听到爆浆红头虾的鼎鼎大名。据说在产地本身的数量就很稀少，所以在市面上要吃到爆浆红头虾的几率简直是难上加难。我们这边等于是一大早捞起来以后，然后另外开始在挑选。对啊，刚刚在另外一池捞，然后这一池他们说是来挑选，而且走路会很怕踩死虾子，他要撸的。啊，今摆看恁的分是安怎分？我们分公母，干母，干母，虾子。哎呦，对哦。虾子分公母。泰国虾的公母怎么分？每次叫人家外面那个烤虾什么？这个是母的，叫爆蛋很明显的。对。那是没爆蛋的怎么分？没爆蛋的，我们比如说这只就是公的，怎么看？它的屁股这里比较缩，比较小，它这个是不是比较大？你说这个比较开，它屁股比较开，它的屁股比较小。因为这个爆蛋所以算明显了，这个是窄的，有没有？宽的，是宽的啦，对，这窄的，就像女生的骨盆一样，女生骨盆就比较宽一点。对，是这样讲，这样形容蛮好的，对，有没有？这个比较窄是公的，这个比较宽是母的，就算没有爆蛋，它也是宽的，比较宽，是不是？哦，不错。常吃泰国虾，常会叫那个烤泰国虾什么？但不知道公母是这样分。那这个爆蛋的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吧？爆蛋的不要，还是爆蛋的要？爆蛋的要。那爆蛋要丢哪里？丢这里。丢这个。爆蛋丢这边。这个公的呢？放手。公的放中间。
公的放中间。蛋的，我就留这一只。哦，所以你们这边只分公母哦。公母跟公母，啊，大细只要分不？大细只爱分。重点来喽，你看哦，现在整排这样看过去，一直到那一盆，我还没有看到红头的。我没有看到红色，我还没有看到红头的。只有刚刚所以刚刚那个卵不是我们要找的，不是短肚子，那个是红肚虾，红肚虾，红肚，我要找的是红头虾。红头就是这个，香桃啊，哎，红头的，这个是红头。大哥，有没有那个灯借一下好不好？头灯，拍一下它这个，从腹部这样拍。哦，谢谢。打光。这是看得出来吗？这边有没有？虾子最高光的时刻。哎呦喂，看得到，侧边灯一打就看得到出来红红的，而且感觉超满的，感觉超满。哦，它整个是像螃蟹的出是爆出来的。对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哎，你看这个整池，目前只看到这一只。这整池，这里面只有这一只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还有啊。还有吗？不多，数量不多。你像它这样有红头是有分公母吗？红头都几乎都母的，红头都母的，因为母的算是卵。对，才有蛋，母的才有蛋。那为什么有些是在头，有些是在肚子啊？但肚子是卵吗？是那个它卸掉的。你一说它原本积在头，然后会慢慢移到肚子，然后卸掉。哦。所以一开始他们蛋其实是最早是在头部就对了。哎呦，这个真的从来不知道。我以为一开始就在肚子哎。对，我以为爆蛋就是在肚子这边啊。一开始在头，原来是会移到肚子。我们来看神手棋人物一池从新的开始，大概会花多少时间？好多啊，好快哦！所以你工作多久？挑虾挑多久？15。哇塞！看了这么久，我还是不知道他怎么挑虾的，因为他真的没有在看肚子哎。不用啊。我只感觉到既然是很专注的看着他的虾子，然后就这样子手一直这样子。不用看肚子的话，怎么知道公母啊？知道啊，摸久了啊。你摸就知道公母。摸哪里的啊？摸哪里？不用哎，我没有在摸。真的这母的，觉得这个真的是经验的，因为你知道这种高手啊，就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他做得到。他们都很快啊，他们刚才的也是蛮快的啊。你是最快的。哪有？在泰国虾捕捞中，红头母虾大约只占了母虾中的20%到30%，几率稀少外，也不是虾农养殖可以控制产量的。最特别的是，红头母虾头部拥有橙红色虾卵，咬感多了一份 Q 弹鲜美，难怪只有老饕中的部落级行家才有缘吃到。有人早餐这样子的吗？太澎湃了，太澎湃了！哪有人一大早就吃这个啦？好爽哦！早餐。你看这个尺寸，来，离异的小手，借一下你的小手。它比我的手大，有没有看到？超扯！我给大家看，你看它比我的手大。连尾巴这样拉长。对，它这已经超有的手掌。你看多大多粗，而且它往外还伸了一只这么长的脚。这盐焗的味道，是公虾嘛？对，是大公虾。就是我们在那边挑了半天，然后他一直说尺寸不行，要这个尺寸才可以的。对，就这么大的尺寸，太大了。好，那这个是胡椒，对，胡椒啊，这个应该对，你刚才讲对了，红头，我们这是最稀有的。哦，你看整个煮完以后，现在就看得很清楚喽。刚才原本是要灯照一下嘛，才看得出来。现在一煮完以后，你看它的红，连头上面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是胡椒的，啊那个呢？这个是白灼的，白灼原味的。原味。哦，你看也是煮完以后，你有没有红红的这个？超明显。超明显的。那我想要问一下，这外面红色这个卖很多钱吗？很贵吗？当然了，因为这个很少，几乎很少，因为平均是10只虾子里面只有挑1只出来了。算遇到算机运的，遇到算。可是不会有客人说我全部都要红头的。可以
吧？可以啊，可是要预定。急来的，急来了，急来的。因为你没有在外面吃虾子，很多人都会拨开，哇，有大好 lucky 哦。对，大家都这样讲。对，然后就会狂吸这样。哦，看这个，哇，满。你看它这个量有多大？超多的，整个头里面这么大。对啊，超大。有没有看到这个像红宝石一样，哦整块真的很漂亮的，看了剔透超香的。好漂亮哦！你先吃。老板，你要留给我们，每天吃哎。香味真的是跟其他海鲜没办法去做比较，因为这个红色那个蛋，独特的味道。我现剥下来，哇，红宝石。哦，你那一颗的更像。比较大颗，看这个，你这个比较大颗。哦，你看这个断面，对啊，还有高，对啊，有点高。哦，香，我这个胡椒。你这样子一大早吃的，会不会等下很难过啊？一大早就这么难过。等一下可能会难过，但我现在心情很好。味道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油脂很丰富，然后你吃下去那个虾的那个蛋的那个味道很清香。Oh my god！你自己看，我这宝石又大，黄又多，都万中选一。等下真的要买乐透了啦，我直接吃喽，直接吃喽，这你自己带好，可能只有这一个了。哇，好饱满哦！你嘴巴看起来是满的。这个虾膏可以几乎塞满我的嘴，到底是什么道理？什么意思？对啊，怎么会这么大颗？我刚刚这个大小很像我们一般吃茶叶蛋那种蛋黄的大小，已经这么大了。它会弹牙，这膏大到会弹牙，而且它没有那种很重的味道，它反而是有股鲜甜味。然后那个鲜甜味是你越咀嚼会慢慢的充满，从中心点，然后整个散到你的口中里面。哦，怎么样？哇，怎么样？该不会里你有面看过可以喝的虾膏量吗？那个量多到是一碗汤哎！真的假的？你自己看，哎呦，哎，太扯了吧！这倒出来是一个虾浓汤哎，它可怎么以直接会这么满喝哎！我天哪！妈，哇，哦，好爽哦！哇！你可以吃到那个肉的甜味之外，你还可以喝到那个虾膏的那浓郁感，这好棒哦！我要下掉了。你给我看一下，好乖啦，乖。我慢慢的，你看刚才倒了这么多，还有这么多，你要借我虾膏倒是不是？沾一下。因为这个其实也这么大的那个量，其实也算是可遇不可求哎。对，对啊。那我们今天运气很好哎。很好，尤其你的运气特别好。你等下就直接下掉它，还是你把它拿来当蘸酱？哇，好脆哦！呐，怎么那么甜呢？而且没有那种腥臭味，完全没有。完全没有。一般像这样子，几只一斤，观众朋友这一讲就会最清楚，几只一斤，4到5，4到5就一斤了，4到5。哇塞！会吃虾的一听就知道，4到5一斤，你就有那个画面，就知道这一尾到底有多大，对，然后肉有多厚。浮夸甘美的泰国虾当早餐，我真的觉得人生太享受啦！为了这个入口的鲜美滋味，明天要我多早起床，我绝对不会抱怨。享受完极致早餐后，我们回归一下平民身份好啦，带大家去寻找一个飘香将近1甲子的铜板老味道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想买花生花生酱那我们有期待罐，有罐可以呀，可以，对欢迎。然后我们买要买多少？5块5块钱可以5吗？块，OK 啊，交给我。可以。但为什么你们会
做这样零售？因为我们的东西算是比较原味的调味料，是。那有时候家庭不是每天都会用这样的产品，所以我们就会希望客人是吃新鲜，所以我们就希望客人不要一次买太多。好，看一下。那我称一下。哇，5块这么多啊！没有，还要再称。哇，你这个稠度现做的，好浓好浓好哦，香哦，像冰淇淋。好香。打开那个香味是很明显。哦，称重的。哎，5块很多哎。对。这个是真的5块吗？这个你不要多给我们哦。有啦，有稍微多一点点。这大概8块10块啦。对，半满半10块。我们是1人5块。1人5块，我等下再补你5块，我等下再补你5块。没关系，内用买1送1。谢谢。这是有颗粒的。对，有颗粒的，我喜欢颗粒。好香哦。对啊，来。好香哦。好可爱哦，试吃勺。这个真的涂一个厚片差不多。哇塞，这花生酱很纯粹，因为你完全吃不到任何糖甜度，对，它是没有加糖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它就是你吃的一般的那种花生，真的拿去磨成酱的那种味道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，有时候你去挖那种国外品牌巧克力，那个花生酱，一挖起来很好吃，很甜，但吃完1汤匙以后会有那种燥的感觉，喉头会有那个手的，对，有一点燥热的感觉。年轻人啊。燥热啊，体力比较好的部分。柴烧大灶，锅气烘烤着每一颗花生，从花生冒出的油脂香气弥漫着整个空间。不愧是坚持3代、遵循古法的老油行，这样的功法，我想在台湾也不多见了。这算新鲜的现炒花生。对哦，出炉，锅炒的，对，直接出炉，传统的这个。它现在可以出炉，它等下出炉要小心哦。好，可以出炉，它怎么下来？它会像哪一边一样？它这样塞对吗？有一点对。你这样腰会受伤吗？我们可以对马步。它是粉丝花生，它刚现榨出来超级脆，对，它的脆度就是像炸鸡炸那种酥的脆皮一样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大奖，还有最新最好看的最改得定。好，可以出炉，它怎么下来？它会像哪一边一样？吓一跳，怎么会2天同时？好大哦！来，离我这一号位置。我这样要挡哪里？好宽哦，进去有跑进去吗？没有，像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打洞，花生打洞。是花生。好，那然后呢？现在怎么样？对，把它挖进去。哦，用挖的是不是？对，用挖的，慢慢的没关系。哦，慢慢的。它没有，它停止。它刚炒软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都是谢谢。哎呦，小心眼睛哦。眼睛。这个撑在其实也会怕。对，所以你们要先那个不要拉太大力，可以等它倒完再做。这好像你在烤肉被烟熏一样。对。可是真的蛮香的，它那个烤过的那个焦香味，我其实很喜欢这种烤过的焦香味。咬它以后，它不是很脆哦，因为还很热，所以有那个软度在。可是它有那个像花生酱的口感，咬下去已经花生酱那个口感很绵密，然后那个味道很清香。对，它就是用牙齿研磨的花生酱。真的吃下去跟我们平常吃花生酱一直咬一颗那个口感是不太一样。对啊，然后那香气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，这是突然很像你吃了一口那个花生酱，在含在嘴巴里面的味道化开。
在高温环境里面工作，连我这个行骗世界的人都有一点热的受不了。加上制作工序繁复而且辛苦，但为了遵循阿公留下来的手艺，没有人喊苦，只为了做出最天然无添加的老味道。这样风锅还是要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这样一次下，这样一次不会太少吗？你那么大锅不知道盛下。这样可以吗？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然后你等下下去一个之后，你一直拉，然后它再下第二个。我一直拉，是不是？对，你一直拉。你现在这样气上来要小心。这样很重哎。对，很重。刚交给你了。很重，稍微。我这样子下可以吗？可以，不要碰到你。好，然后要赶快。对，蒸汽哦。快啦！我这是要快装。赶快装。那你前后这样，把它散开来就对了。对，好，这样划船。划龙舟。没有我想象中那个啪那种，我刚才原本以为它会喷的到处都是。我也以为它会喷得到处。不会。我现在是不是要赶快把它弄散？对，第二个要下来喽。要下来。这个要下。你们的油是每天换，是不是？好轻哦。那个小心哦。对啊，每天换。小心哦，不要喷到。那你们这可以炸几次才换？这个吗？对，你们的油炸几次就要换。你是说我们现在这样子的锅吗？对啊，就是你们每次炸完这个，这叫粉酥花生嘛。炸完就直接换掉。你这样一锅炸一次而已啊，就这样炸一桶。对。啊，你的油就只用一次。对，为什么？它好歹也可以用个2、3次，会用一天啊。没有，一整天。直接换。因为我们自己在做油的，所以我们用油就是会比较舍得用的。是。因为这样子能确保每一次炸出来都是最新鲜的油，然后味道也不会变质。对，不会有那个其他油耗味的。对。第3代的黄董小时候曾经吃过阿公时代的粉酥花生，他却怎么样也模拟不出同样的老味道，因此他花了许多时间，一次又一次，只为了重现记忆中的美好滋味。好了，可以倒过来这边锅塞了。还要过筛啊？对，一点点，然后把粉塞掉。可以锅吗？可以。好。要倒多少？倒1/3就可以了。1/3。这过筛是为什么？差不多，因为它会有粉。我先要把粉过掉。对。它会粘在手套上。它这样塞对吗？有一点对。你这样腰会受伤吗？我们可以对，马步。也是要甩的。可以，这样可以。要甩的还是这样？我们起来之前会甩一下，让它叠在上面就会下来。哦，就把这个粉也要弄掉。可以，然后倒在旁边。对。它这样子啊，就放凉。对，让它吸油嘛。它有一些会结块的，没关系。哦，它的粉酥花生，它刚现炸出来超级脆。对。它的脆度就是像炸鸡炸那种酥的脆皮一样。外面的那个脆皮哦。而且它的脆是外面是酥脆，里面是花生的清脆。坚持传统是一条很艰辛难走的路。曾经老油行不敌时代的浪潮，原本打算收摊了，但这位7年级的女生不舍得记忆中的味道凋零消逝，所以她决定放下学业，返回家乡接手老油行。别捞！那我直接这样接。行。哦。哎，第一手花生酱。真的是第一手。热腾腾。而且它是没有颗粒的，它就是纯花生酱。我们吃，好香好浓。现在整个环境中已经充满了花生粉在磨的时候的香气，可是你在吃的时候，你还是完全吃得出它花生的这个香气跟那个香味，然后那个油脂的浓厚程度。哦，好厉害哦！它超滑顺哎！你这个机器很厉害哎！我
这个好久，这个仪器非常久。用多久？现在找不到，应该用了4-5年，可能比我还大。那它有这么久还电磨到这么细哦？因为每次修理就一些零件坏掉，我们就再定制那个专门的零件，然后再去修它。那为什么不换新的啊？新的现在磨的不是更顺畅吗？因为现在新的它的那个座降的比较短，现在这个很长，这1公尺，它那个可能只是几公分而已。那刀刃旋转速度太快的话，那花生的营养成分有可能被破坏掉，它被加热到。哦，所以那种刚做出来加那个花生酱会有温度，对，很烫的，那你因为们就可以直接它的转速太快，它要把这些颗粒再磨得很短的时间内，所以它会比较热。然后这个刚刚一出来，我马上接，它不是热的，它是有点温的，有点温的，所以这跟营养成分有关系。老时光的味道或许不新潮，但却是用时间酝酿出来的美好。有一些人用毅力保留传统，但也有些人用创新准备翻转传统。据说今天在潮州一条街，有一群人办桌请大家吃到饱，嘿，开玩笑，这样的盛宴怎么可以少了我们呢？太热闹了吧！超热闹的耶！现在算是还没到中午，差不多中午左右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随便你吃，这种就有这种板斗，整条街封起来，有没有？而且现在通常以前这种是喜宴，然后但是现在这种路上的喜宴也很少看到。哎，老师你好，老师怎么了？尴尬啊！不用尴尬啦，对啊。哦，老师你很厉害呢，你叫一群学生带这么多人来煮饭呢，帮你打下手。是他们叫我来的。哦，原来是学生带老师来煮饭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因为学生可能比较不会煮，要有一个坐镇。辛苦了，这杯茶要给你。谢谢。乌龙茶。好，谢谢。老师该不会也是你学生吧？他是我们对面邻居。哦，对面邻居啊。这个玩刀。哇，你们跟在地的街坊邻居感情很好哎。不是在地人吗？我不是啊。老师是哪里人？我快要变成在地人。快要变在地人。老师你不是在地人，但是你在屏东、潮州这边办活动。是啊。还办板斗。对啊。还带着一堆学生来煮饭。是啊，台湾很需要这样的事情啊。是。台湾的这个街巷的生活都变得很无聊嘛。是。啊，又很丑，啊，又不好玩，又不好吃。那我们就很希望回复到以前，透过一些我们的这个参与跟投入，是可以让这个台湾的街再像以前一样美丽，一样这个街坊邻居一样亲切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板斗的目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吃吗？当然了，只要经过的人都来吃，买票不用买票，免费的。所以真的吃到饱？对，没有吃到饱啦，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做，然后一起来享用，就是一起上桌做菜。那这些菜色也都是你们想的？对啊，就是我们有跟这个街上的这些邻居哈，是有一一去问他们的这个招牌菜、拿手菜，然后所以他们也都会提供他们的拿手菜。那有些这个邻居会比较害羞，对，那他们就会提供食谱，那我们的同学就会照他们的食谱去做他们的拿手菜。哦，所以吃的都不是那种板斗的菜，不是，都是家常菜。家常菜。天哪，这些美食也太丰盛了吧！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的同学们在陈冠华教授指导下，运用当地食材，创意发想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美食。我实在不得不佩服这些年轻人的巧思啊！1、2、3、4、5，超级开饭！吃饭了！自己来。摇架。谁没有碗？谁没有碗？可以来拿碗，帮我来夹。都有碗哈。随意吃哦。哇！既然你这你告诉我给你啊！我想先吃。有点在夹。好料。这花生酱吃起来，花生酱真的超香，开心哦！我等他等很久。他是在另外一桌。真的是一下就扫光了，瞬间扫看全部都没有。我们刚刚在排老半天。对，阿公阿妈吃的好开心哦。我们在这边已经大概今年是第2年了，然后在这边，第2年了。对，原来这边是一个就是很热闹的老街，但是因为时代过去了嘛，然后所有的路都往外面移，
了，对，所以就变成说，原来在这边的老店的大家们，其实就渐渐的就是都没落。那我们就是来到这边，带着一大群年轻人，他们一大群的有一群年轻的新血，对，全部就是一起跟着居民一起生活，是，然后我们也会一起做创作，然后一起上课，就为他注入一些年轻的生气，让这里更恢复到以前蓬勃的活力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让人家有一种活力。对，因为其实这里如果都是老人家的嘛，他们可能也聊了大概70年了，也不想知道，不知道在聊什么，也不想知道彼此的生活了，有没有？越来越趋于模板化的街道，让台湾各地的老街面貌逐渐模糊与失去特色。因此，陈教授带领着这一群学生，从一开始被乡亲冷漠拒绝，到慢慢取得信任，他们才有机会在这里打造出潮州的绿色街道。是，不会痛吗？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大奖，还有最新最好看的最改得定。小黑直接秀一段，我是不是要远离一点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在我觉得有点慌张哎，我先准备好。不会烫吗？不会。你看怎么？来，舌头看一下，没有烫到，还在。我傻眼呢！我天哪！你才几岁啊？我22，大学生，大学刚毕业。可这个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对啊练成，这个应该所以你很早就练蛮久了开始练喽。我练7年了。我在台湾，你玩应该会被骂吧？对，刚玩的时候，光是家里面骂，学校也在骂。对啊，你玩火开玩笑，你怎么接触到玩火这个东西？就是高中参加社团的时候，直接刚好有这个荣幸接触到火舞，就自己去看影片啊，自己去学。先手铐心脚，会不会烫到？不会。会不会受烫？你们练习的时候是不是都用这样的方法吓人，让人家出其不意的？那我们再一次哦，先再感受一下就好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来吧。还好，温温的，都是温温的。没关系，就感受一下就好。哦呦哦，哎，好像还就好。温温的，真的是温温的。再吓一跳，好。就感受一下就好。你的表情。OK。温温的，温温的，这样子很快速是温的。那因为这个其实它虽然是初阶，但是一定要是专业的表演者下去带你们做。是。因为很多人会抓不到间隙，可能放太久，放个1-2秒，然后这边就会烧掉了，对，就会烫伤了。偶然在网络上看见国外的火舞影片，意外触动了小黑的内心，所以他决定靠着网络影片自学。但没想到家人得知后却非常反对，就连周边的朋友也投以异样眼光，所以他只好独自躲在公园里面练习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往，没关系，就先两边这样晃，先感受一下它的重量，不要打到身体就好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来先右手做一圈，先右手先做，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嘛，对。对，来右手先继续做着。好，来我们左手加进来看看。对。松很松，般的花是我的超喜。放慢一点不用。OK， 好，来停下来，好，给我这个。很棒耶！我觉得你很棒，你真的是被美食耽误的火辣女子，而且你的整体身体的律动，我觉得赢他们。我可以走艳星路线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他带动的做得很好，OK， 做得很好。有缺女团员吗？有，很缺女。我等下给你我经纪人电话。OK， 哎，换你了。好，来这里差不多，那我们来左右动一下，左右动一下，对，左右动一下，
让它火油烧到整只的盾。OK， 来，火现在起来咯。哦，这温度还可以吗？温度比刚才球还要高哎。对对对，那我现在连在中心点这个位置，其实都感受到那个很像我在你们中秋节烤肉的时候啊，你贴近那个火炉的感觉。来，好热。对，这里。好，我们先抓一下感觉。我现在这样幅度是不是不够大？幅度还 OK， 那再来的话，我们就是速度。对。大的啊。哦。好，我们放慢。OK。有点累。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，因为在转起来的时候，它的距离比较长，然后你会有一种感觉它要失控的感觉。只有自己尝试过，我才敢说，火舞表演那真的太难了。除了要一边忍耐烈火的高温，脑子还要高度运转，记住每一个节奏的舞步。小黑说，有时候即使表演失误受伤了，他们也会忍住疼痛，只为了完成表演。可是像你刚才像吞火啊，或弄自己，应该蛮常会烫伤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我们在练习跟表演的之中，都会去烧伤、烫伤。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伤，就是之前在这边刚好在触火的时候，对，结果我的火布刚好停留在这边，那就整个皮肤直接烧起来。跟这个夹缝中求生存，你看过吗？就是现在。小心哦！你也要往后。你先感受一下教练站的那个方向跟姿势嘛，好不好？毕竟世界第一的 ，Go！ 哎，你那个是真的落水，你不是跳水。网络版有英文哦。订阅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大奖，还有最新最好看的最改得定。有个比较严重的伤，就是之前在这边刚好在触火的时候，对，结果我的火布刚好停留在这边，那就整个皮肤直接烧起来。它是布停在上面，所以它就一直烧粘住了，对，它就直接粘住了。对，这是最严重的，因为烧烫伤最怕就是衣服啊什么粘在上面。对。那其实那个时候就这样烧伤到现在疤都还在。哦，真的耶，真的有个疤，很明显。对，在表演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有一个表演者的心态，是，一定要好好的表演完。是，当然，就把它完成。对，把它完成，到台后再处理，到台后再处理。我们铁链只要这样缠上去之后，那个铁环就是长在这边，它就直接烙印了。以前的酷刑，对，烧铁然后直接烙印上去。对。还有像是这里这两个地方，哦，这边怎么会打到这边啊？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打身体的动作，对，然后直接缠上去。这也是铁链。对，解不开的话就是长这样。棍我们会搭配其他，可能像小火棒，就是一开始小黑拿的那个比较小的那个小火棒，那就是一样会做触火。那这时候只要一触风一来，就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。哦，你看这边是很多小小的洞，都是小小的洞，一个洞一个洞，然后都没有手毛，因为都烧完了，这边都是一个洞一个洞。争氧气，每一个动作都很耗费体力。我不禁思考，究竟多少个孤单夜晚，默默练习，才能够完美表演出令人惊叹的火焰之舞？看完了小黑他们的演出，我们继续踏上路程，要去寻找一个屏东最夯的溯溪秘境。看我们这个装备就知道，我们今天要往山上去了。冬天大概这个时候算枯水期嘛，所以是溯溪的好季节。那这个地方是叫什么？这个地方叫做牛角湾溪。如果等级来分的话，以等级来讲，我想按照我们的速度，我们大概3个小时左右，我们可以到上面。3个小时哦。对。那以我们摄影师这些速度呢？你看他们的年纪，专业的，他们是专业的，不用担心。他们想要去什么地方都 OK 的。真的吗？确定？真的。可是我们有高低落差这么大，对，这时候就要靠大家互相
相帮忙。我们有一个无时无刻都要带全妆的人。对，我今天没有素颜，你今天没有素颜，我知道。杏花山岭。好啦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先出发，好不好？我们边走边看路线怎么选择。东湾才知道的牛角湾溪瀑布群位于屏东马家乡，距离高雄市区大约1个小时车程就能抵达这个超热门的戏水秘境。我们全副武装，战力满满，决定冲进去解锁各种刺激的瀑布冒险。有没有看到这边？等下我们会从这个夹缝上面，我们要手脚并用。对。然后那边等下会有另外一个教练，他会放绳子下来。哦。我们用架绳，然后手脚并用，然后从这里爬上去。就这个错。这个夹缝中。没错。对。我们从夹缝中求生存，力争上游上去。真正的夹缝中求生存，你看过吗？就是现在。网络版有英文哦。订阅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大奖，还有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定。真正的夹缝中求生存，你看过吗？就是现在。小心哦！来，手在以上还比较好。小心小心！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好，我要第一个毛毛虫公式。什么叫毛毛虫公式？就是身体有时候靠这边，然后有时候倒那边，然后用蠕动的方式。我觉得反而轻松比较多。先上来这边，现在可以泡个温泉。不容易。牛角湾溪全程不长，但却有着各式各样丰富的关卡。我个人建议非常适合初次溯溪的朋友来体验。短短的时间就可以拥有不同的冒险，但我还是要唠叨一下，一定要寻找专业的教练带领哦。现在准备跳弹，对，没错，跳弹。那等下我们在跳的时候，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它底下边边有一颗石头，所以我们要闪过它。我们会往我们的右手边跳一点。那这高低落差大概会落在4米左右。哦，有到4米哦。对，这样我们会在这地方往下跳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。教练，你这个不用先解除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要走了。好，可以吗？对。你是要打算扣空嘛？对。好。这么突然？好。哇塞！这很帅耶，它有一种停在半空中的感觉。对，因为他教练有一个往后，然后再翻。你也要往后？你就先感受一下教练站的那个方向跟姿势嘛，好不好？毕竟世界第一等。我们没有要比哦。我知道没有要比，我一定不会有教练那么好看的。好了，世界第一定 ，Go！ 你刚刚是一个在空中腿很开的姿势哎，你那个是真的落水，你不是跳水，滑跳，滑跳，好烂哦！主持15年的唐正刚主持人落水实录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跳水0分，他是落水。所以你现在是要重新吗？对啊。可恶！来了，不服输的个性。他等一下一定会再跳，我们那边可能会等他个5、6次。不对，你刚刚是一个在空中打推一个张超拍的。我要出去的瞬间滑掉，我想说不对，一出球说不对，太丢脸了吧？好，世界第一定。各位，唐正刚落水了！各位，唐正刚落水了！还好，我在刚连错 ，OK 啦，比刚刚那次好很多。你要前空翻是不是？没有啊，这里很容易滑倒啊。到底要待多久？我就问。赶快！好，
好，我要跳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就是不要看下面就没事了。我要跳喽，3、2、1。跳水！你刚才跳的位置蛮危险的，可以吧？你离那些高离有高兴的，你不要再过来一点点。那 OK 了 ，OK 了。因为我是闭着眼睛往下跳，我完全没有发现它很。我刚跳的姿势还可以吗？还是丑的，是不是？大家不讲话是丑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你就是直直落水啊。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我没有追求帅，我不会再第2次了，谢谢。挑战3米高的深潭，凉快又清爽，对我们这种外景老手来说，简直是小蛋糕一块啊！超级解压又疗愈，特别适合闷坏的大家来这边享受一下冒险快感。这一次，我们遇到很多热血的人，正在做着他们梦想的事。我观察到，他们都有一个特质，就是永不放弃的坚持。有没有人看好？无所谓。有没有人知道？也无所谓。就如同这个秘境一样，就算没人发现，它也兀自美丽。